The Ordinary 呢是风靡欧美的一个超级经济实惠的成分党品牌，全线呢有几十个产品，非常多。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从抗老这一趴入手，给大家开始进行讲解。培养1万名科学护肤高手。大家好，我是配方师星星。说起抗老呢，现在在市面上最流行的一个概念叫做早 C 晚 A， 就是指早上用维生素 C 来抗氧化，晚上呢用维生素 A 来抗衰老。那这里面的晚 A 这个维生素 A 呢，它其实并不是指一个成分，而是指一个家族的成分，也就是 VA 家族。VA 家族有4类成分： VA 酸、VA 醛、VA 醇和 VA 酯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VA 家族的成分？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？它们应该怎么搭配？又适合什么人呢？先说这个 VA 酸。VA 酸它其实是 VA 这整个家族在我们体内起效的形式，就是说不管我们用了哪种 VA 进到我们的身体里，它最终都是在身体内合成 VA 酸来起效来抗老的。因为 VA 酸是它在人体内起效的形式，所以它的功效是最强的，而刺激性也是最大的。甚至有很多研究证明，它可能对人体的这个激素代谢还有影响，所以它的风险很大。我们只能在医生的指导下，以处方药的形式来使用它。因此呢，化妆品这个品类为了能用 VA， 就研发出了这么多种形式的 VA， 包括 VA 醛、VA 醇和 VA 酯。那剩下的这3种 VA， 它是怎么在身体里起效的呢？它被吸收到身体以后，会在身体内转化成 VA 酸来起效。醛到酸只需要1步转化，而醇到酸需要先变成醛，醛再变成酸需要2步转化，而酯呢，就是先变成醇，再变成醛，再变成酸，需要3步转化。转化的步骤越多，损耗的就越大，它的起效的速度就越慢，它起效的周期就越长，它起效的这个强度就越低。但为什么我们还有像 VA 酯这样的成分在这个市场上流通呢？因为它温和。整个 VA 家族它都是像一把双刃剑一样的成分，它既有好的功效，也有强的刺激性。大概有1/3左右的亚洲人天生就对 VA 这类的成分过敏，所以我们才说，如果你想用 VA， 那一定要保证你是一个健康皮。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皮，你用什么都过敏，我换个季花粉什么都爱过敏的这种，你要慎用 VA。我们后面给大家讲用什么来抗老。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下 VA 家族的种类，它有4个大成员。然后现在呢，给大家再说一下 VA 为什么能抗老。我们不管用哪一种类型的 VA， 它在人体内转换成 A 酸之后，它就干什么？它就能抗老了呢？主要干了2件事儿。第一件事儿呢，它促进了皮肤的代谢，它让老旧的这个角质脱除的速度变快。也就是说，你皮肤表面的那层死皮啊，你正常你不搓，它就在上面待着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用了 VA 之后，它就用自己天然代谢的方式把它给排出去了。你想想，你的皮肤表面没有死皮了，你的皮肤是不是看起来光泽度就更强了呢？那它干的第2件事是什么呢？它让你的真皮增厚了。维持皮肤弹性的核心物质胶原蛋白、弹性蛋白都在真皮里面，而它让你的真皮增厚了，它还会促进你皮肤自己产生胶原蛋白的能力提高。你产生了更多的胶原蛋白，你的皮肤的弹性变得更好了，你的真皮还增厚了，你整个的皮肤从弹性到紧致度都上了一个台阶儿，那你的皮肤是不是就抗老了呢？虽然刚才说了 VA 这么强 VA 这么好，但它依然有非常适合用和不太适合用的这个人群区别。首先呢，说一下年龄区间，大概呢是在25到45之间。当然呢，也看你皮肤，按你皮肤的这个整体的状态来定。为什么不适合特别年轻的人抗初老和比较上岁数的人去抗老呢？是因为这是由它的原理，就我们刚才说的，它那干的那2件事儿来决定的。它干的2件事儿，你想想是什么啊？一，让你的角质脱除的速度变快；二呢，让提高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速率。那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，你本身角质的代谢速度就很快，胶原蛋白的生成速率也很快，你这时候补它，你的收效是很低的，你看不出来有什么
你有什么效果。而对于就是中老年人呢，本来这些都已经很低了，就这个代谢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都已经很低了。这个时候皮肤呢主要问题是干瘪塌陷，那你需要用更加有填充效果的成分，而不是用 A 醇。还有一点呢 ，VA 呢适合会出油的偏油的肤质，因为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控油。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沙漠大干皮，它再控制油脂，那你的屏障就受损了，你就更容易对它不耐受，更容易过敏了。我们刚才说了 VA 的种类 ，VA 的起效机理，还说了 VA 的适用人群。那 The Ordinary 有这么多 VA 产品，我们怎么挑呢？刚才给大家说了 ，VA 家族有4个成员，越靠近 A 酸，它就刺激性越强，就越不适合新手来使用。那越远离 A 酸呢，就越适合新手使用。比如说 A 酯就适合新手使用。比如说 The Ordinary 呢，它就有一支2%的 A 酯。虽然浓度不低啊，但因为它用的这个 A 酯是 HPR， 也叫羟基平打酮视黄川酯，这种 A 酯非常温和，所以呢，我推荐新手可以使用。使用的话，比较推荐晚上使用，因为 VA 这类的成分它都有光降解，它在光降解的这个降解路线上可能会产生一些刺激性的成分，让你白天在用的时候增加这个过敏风险。就是在晚上洁面之后，你如果有使用化妆水的习惯，就先用化妆水，然后呢用这支精华就可以了。如果没有使用化妆水的习惯，直接用这支精华也 OK。那如果新手村的这支 A 酯你用的还不错，效果也不错，你也比较耐受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出新手村了。来到西部荒野或者十字路口，我们选什么呢？选 A 醇。这里头插一句呢，就是说 A 醇它的起效浓度是从0.07% 开始起效，基本上普通人能用到的这个上限是在0.5左右。我说的普通人是指那个不算超级无敌大城墙皮这种啊。那 The Ordinary 呢，它在这个区间之内有2支产品，一支是0.2的 A 醇，一支是0.5的 A 醇。那这里头我们就要格外注意一下这个浓度的这个问题，要从低浓度开始尝试，然后再往高浓度去进阶。如果你这支0.2的 A 醇用的很好，也没有不耐受，再尝试往0.5的 A 醇去进阶。那如果说 A 醇尝试到0.5，我都很耐受，效果也不错，但我觉得还不够，怎么办？The Ordinary 还给你了一个选择，就是这支0.2的 A 醛。你别看它的这个浓度看起来低，但因为它是 A 醛，所以它的这个起效的这个效果和速度，还有刺激性，可能都比那支0.5的 A 醇还要高。因为 A 醛离 A 酸只差1步转化了，所以它的效率一定是高的，它中间的损耗率也一定比 A 醇要低很多。但是它会带来的直接的这个刺激性也会比 A 醇的要大，所以我比较建议说，你一定要是0.5的这支 A 醇用了完全没问题，而且还不够之后，再尝试这支 A 醛。那 The Ordinary 除了我刚才说的这几支 VA 产品以外呢，其实它还有2支非常极客的产品，一支1%的，一支5%的。那这2个浓度，如果有医生推荐你使用，你可以去买，你自己不要轻易尝试，这个已经脱离了普通人可以耐受的范围了。那刚才介绍完了 VA 的各种产品之后，那我们怎么搭配能让 VA 事半功倍呢？这儿就不得不提到 The Ordinary 这个品牌的一大特色，就是原料桶产品。啥叫原料桶呢？就是说这个产品里面除了它上面写的这2个原料以外，没别的东西了。那为什么说这是一大优点呢？因为它是原料桶，它的成分比较单一，我们只需要考虑这个成分跟这个成分搭不搭配就可以了，我们不需要考虑它们的配方之间有没有冲突。所以这个就为用户自己给自己 DIY 和搭配产品提供了很多方便。咱们比如说 VA 有一个黄金搭档是烟酰胺，烟酰胺呢，它可以降低 VA 的刺激性，提高你对 VA 的耐受度。同时呢，烟酰胺自己还有控油、抗糖和美白的功效。所以说，当你跟烟酰胺搭配使用的时候，你可以让皮肤的这个嫩度、光泽度和它抗老的效果都变得更快，而且你还能更耐受，你的这个安全性还更高。那 The Ordinary 呢，有
有2支烟酰胺类的原料桶产品，1支5%的烟酰胺的乳液，还有1支10%的烟酰胺精华。这2支的它的配方都非常的简单，可以用来跟 VA 搭配使用。如果你是一个大油皮特别油的，你选这支10%的烟酰胺精华，因为烟酰胺可以给你控油，加上 VA 本身的控油作用，你的控油效果更上一层楼。但如果你是混合性的油皮，就没有那么油的话，你就选这支5%的烟酰胺的乳液。这2支的搭配呢，不管你是新手村进阶还是大神啊，你都可以搭，因为烟酰胺本身它还有一定的修护作用，它是没有什么门槛的。这里呢肯定会有人问，因为 The Ordinary 它还有1支烟酰胺的纯粉、纯干粉，为什么我不推荐它呢？因为这些 VA 精华都是油溶性的，而烟酰胺纯粉是水溶性的，它们不溶，所以你不能这么配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当你在用 VA 的时候，你觉得有一点点脸部发烫，但是没有到过敏的这个程度，而且你还想继续坚持用 VA， 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搭配舒缓类的产品，比如说我手里的这2支，一支呢是 B5 和氨基酸，一支是玻尿酸和 B5， 这2支呢都有很好的保湿舒缓的作用，可以用来舒缓由于你使用 VA 造成的，比如说脸部发烫、发红等等的情况。但是如果你已经有非常持续而且明显的不耐受的这个症状，那我还是建议你停用 VA， 你可能不行啊，不适合。刚才讲了这么多 VA 的功效、VA 的种类、VA 怎么用、怎么搭配、怎么进阶，那其实很多人他会关心说，我 VA 不耐受要怎么办？那 VA 不耐受这件事儿呢，其实有2种情况。一种情况呢就是天生的，比如说我辣椒素受体异常兴奋，那你什么时候用 VA 都不行，这种呢我们就别用了。我们下一节呢给大家讲这种人用什么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你是阶段性的，我可能这段时间换季，或者这段时间熬夜比较累，然后皮肤状态不太好，所以不太耐受。但是平常呢状态好的时候能用，那这种时候你就挑你状态好的时候去用，然后从比较低的浓度的 A 酯开始用，也是可以循序渐进的。但是这块我要提醒大家一下，如果你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持续性的不耐受的这个症状，我们还是要停用，千万不要硬着头皮愣用，因为过敏带来的屏障的这个破坏，远比它给你带来的抗老效果要严重的多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再回过头来说 The Ordinary 这个品牌本身。The Ordinary 这个牌子呢，2016年诞生于加拿大，2024年呢被雅诗兰黛集团收购。但是不管它属于谁，围绕它的一直有3个关键词：叛逆、便宜和成分党。为啥要用这3个关键词来形容它呢？我给大家分别解释一下。先说这个叛逆，咱们化妆品在市场上一般来说会有一个品牌名，还有一个产品名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身后这支修丽可的色修精华，修丽可是它的品牌名，色修精华是它的产品名。但是 The Ordinary 不一样， The Ordinary 是它的品牌名，那产品名是什么吗？没有。比如说我随便拿一支 The Ordinary 的产品，产品名写的是什么呢？5%的乳酸和玻尿酸。The Ordinary 这个品牌，它全线的产品都没有产品名，全是用成分的名字搭配上这个含量的数据来代替的。用这种命名方法命名全线产品的品牌，就 The Ordinary 这么一个，所以我们说它非常叛逆。第2个关键词，便宜。咱们这个化妆品，像我身后这一堆，以人民币来算，从几百到几千块，甚至上万块不等。但是 The Ordinary 的这个产品呢，基本上都在人民币价格的几十到100多之间。那它为什么这么便宜呢？除了咱们刚才说的，比如说没有产品名，没有大量的宣传费用和广告费用，还有渠道费用以外，甚至 The Ordinary 在品牌创立之初连研发都没有。他们的创始人是个理工男，然后呢，他们就通过自己的调研，然后找出这个市场上有效而且市场口碑很好的成分，直接拿相应的浓度让代工厂给加工出来，甚至连专属的配方师都没有，在开始的时候，所以他才能做到这样一瓶产品基本上就是原料成本的价格。当然人家现在有配方师了，人现在有更好的更全面的配方的产品上市了，但为什么还这么便宜呢？
因为他们没把产品的支出放在投流量、投广告、选代言人这些事情上。第3个特点，成分党。刚才咱们也看见了，它的每一瓶产品上面都会清清楚楚的给你写出来，我里面的核心活性物是什么，我加了多少。我身后的这一堆，他们都做不到，包括这瓶色修上面也没有比例。所以说 The Ordinary 这个品牌才会被成分党，甚至我们配方师这个行业的这个同行们非常的喜爱，因为它清清楚楚的写出来我是怎么做这个产品的，我想达到什么功效。今天这一趴我们就说到这里，那下一集呢，给大家介绍，如果你是没法用 A 醇的那类人，我们用什么来抗老。后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，喜欢听科普的，喜欢看测评的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收藏。